我的呀，只要你按时吃药啊，这病肯定就会好的。所以太妃娘娘，你也要好好保养身体啊，这样我们这些奴婢才有盼头啊。是啊，我在外头还学习了枣蜜糕的做法。如果您明天要去散步，我就摘些枣回来做给您吃。好，太好了，来，过来坐下。我告诉你啊，你可要多吃点儿，不然太瘦了。啊，萧焕云这个贱婢，我的人他都敢动。姑妈，他跟咱们作对，也不是1天2天的事情，您用不着发那么大的脾气。只是可惜的是玉俏，高湛向来都不近女色的，咱们下了1年的功夫，好不容易让他，也是他自己命苦。高湛那个修文殿，防得连水都泼不进，没了玉俏，想要再安排人进去，就没那么容易了。姑妈，您放心，那个药他不是一直在喝着吗？这2天我已经多派了3倍的人手监视，那个高湛肯定搞不出什么花样来的。哟，新贵人出来了。你这一盘枣糕就换了个3等宫女做，你这算盘打得挺划算啊。柳絮姐姐，你误会了，我没有这个意思，我只是想好好的服侍太妃娘娘。少在这跟我糊弄，你要是想在太妃娘娘面前露脸，这我可管不着。不过以后啊，别怪我对你照顾不周。他什么气啊？是你啊！喂，上次你还说会悄悄的来看我，结果我病了这么久，你跑到哪儿去了？啊？你病了？什么时候的事？来，把披风披上。啊？这怎么可以啊？哎，叫你披上你就披上，不要逞能了。哎，起初啊，我想把你调出清净殿的，后来呢，我想了一想，这里是冷宫，可以远离后宫争斗，所以呢，哎，再说周太妃也算是我祖母那边的人，她那么喜欢你。我觉得呀，你留在这里也是件好事。我也很喜欢太妃娘娘。陆贞，你在这跟谁说话呢？哦，没有啊，我没有在跟谁说话。我刚才明明还看见有一个男人在这里。啊，姐姐，你看错了吧？没有，真没有。那这是什么？快说，到底和哪个野男人在外头私会？我没有。嘴硬是吧？等会儿把你叫到内侍局，两鞭子一抽，你就什么都招了。我真的没有。走，把他给我带到内侍局去。我没有，我真的没有。我大晚上的要绑谁呀？哎呀，太妃娘娘，您怎么来了？这大晚上的，风这么大，您要是着了凉的话，太医又该唠叨了。本宫在问你话呢，听见没有？回太妃娘娘的话，是陆贞在外面私会男子，那个就是那个野男人的东西。哦，这原来是太上皇的大厂，这就是你说的所谓的野男人的东西。
是奴婢瞎了狗眼，不知道这是太上皇的御医。平时呢，你们认为本宫性子好，所以毫无顾忌。可这太上皇的大厂已经放了这么久的时间，也不知道拿出来晒晒太阳。怎么，今天本宫让陆贞拿出来吹吹风，就要审案子了吗？陆贞，来，你过来。是。你们都给我听着，陆贞这孩子，本宫就是喜欢她，你们谁也不可以委屈了她。柳絮，明天你让内侍局通报一声，就说本宫要升她为2等宫女。你们谁要是再敢阳奉阴违的话，今年过年我见到皇上的时候，可得多说几句话喽。奴婢不敢，奴婢知道了。你们都退下吧。是。好孩子，不要怕，不就是跟个侍卫私会吗？咱们都是草原上的儿女，这不算什么。刚才他来求过我，我看过了，是个很棒的小伙子。你呀，别想太多了，先回去休息吧，这儿不用值长了。谢太妃娘娘。陆贞，陆贞，好妹妹，你呀，现在身份可不一样了，怎么能住在这种地方呢？这样吧，跟我住到西边，那儿呀，1人1间房，要比这儿宽敞得多。去，帮你姐姐收拾一下。是，我来吧。走。陆姑姑，东西给你放在这里行不？哎呀，你别这样子，我们还是好姐妹。你不要这样子，我已经听说你的事了。听说宫里这么多年来，没有4等宫女2天就升到2等宫女的先例，你现在啊是个大红人了。这是柳絮姐姐给我的槐花蜜，味道甜甜的。槐花蜜，哇，又是吃的，谢谢姑姑。那你有什么事再吩咐我，我先走了。不行，行的，戴上，真好看。谢娘娘。喂，干嘛呢？你想给太妃下毒？你小声点儿。这不是毒，是我跟别人要的杏仁粉。
太妃一吃这个东西一定会发热，这要是被别人发现了，那可怎么办呀？你要不说，谁会发现啊？我就是想给那个陆贞一点教训。你看他才来没多久，整个清静殿就成了他的天下了。柳絮姐，太妃现在只宠他一个人，你看这殿里上上下下的，还有谁拿咱们俩当回事儿啊？哎呦，那你也不能就我们服侍太妃的时候，她一病就是4、5年啊。陆贞一来，才1个多月就能睡能走了。这事儿要是传到内侍局，还有我们好受的吗？轻了是责骂2句，重了只怕……那个小侍卫怎么这么久都没有来看你啊？太妃娘娘，行了，快说，不许跟我藏着掖着。他派人捎了个信儿过来，说他最近有些忙。要不要我做主，让你们2个成？太妃娘娘，我看我还是扶您过去休息吧。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打从昨天喝了那碗药之后，我就一直都觉得头晕。太妃娘娘，太妃娘娘，太妃娘娘，快来人呐！快来人呐！快去叫太医！快去叫太医呀！太妃娘娘，太妃娘娘，太妃娘娘，醒醒啊！太妃，快！哎，快！姐姐，怎么办呀？太妃今天怎么病成这样啊？你慌什么呀？你下药的时候胆子不是挺大的吗？现在反倒害怕了。她要是病死了，倒是正好，咱们就可以离开清静殿了。对呀，我怎么没想到啊？反正这几天太妃身边的事儿，咱们俩都别管。就算以后内侍局怪罪起来，也有那个陆贞顶着。你没有见到陆姑娘？是啊，没见着。清静殿乱得跟一团烂泥似的，说是太妃娘娘突然病了，陆姑娘是她的贴身宫女，走不开。那太医院有没有派人去？派是派了，不过去的只是一个9品医正。我看店里那些宫女服侍太妃娘娘也不怎么尽心，除了跟陆姑娘交好的那几位之外，大多都是在敷衍了事。陆姑娘忙得连脚都沾不了地，所以我也没什么机会给她传信。周太妃她是一个好人，上次她明明没有认出我，却仗义相助，我不能看着她受罪。姚璐，哎，你去帮我给王上仪那边打一声招呼，就说我听说清静殿那边的人照顾周太妃不利，让她帮着好好理一理。是。你们身为宫女，居然敢怠慢主子！贵妃娘娘发了话，要是再让她听到这样的事儿，必定重罚。是。干活吧。姑姑，还请姑姑在贵妃娘娘面前帮我美言几句。说句忌讳的话，这清静殿毕竟是个冷宫，这很多宫女得知太妃娘娘病了，都动了坏心思，个个都想着等太妃娘娘升了天，能找个法子跳出这个火坑。你们就做梦吧，别忘了太妃娘娘是契胡人，她临死前要是发句话，你们这些人都得陪葬。姐姐，她刚才说的是真的吗？原来我也听过契胡有这个风俗，但那都是800年前的老规矩了。咱们别慌，没准儿他是骗咱的。要是真的话，那咱们不就好了？别老哭丧着脸。怎么，你想让大家都看出来呀？
你都守了1天了，去补觉吧。不行，太妃娘娘的烧刚退，我不放心。要是我能替你顶顶班就好了，但偏偏我什么事情都能办砸。姐姐，你怎么不找柳絮、何蕊他们替你顶顶班呢？他们2个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只会做做样子。他们现在不敢啦。内侍局的人一来，这清静院就跟变了天似的。太医不也说了吗？太妃娘娘的身体好了不少，只要按时吃药、按时扎针，很快就会好了。那你把药端过来吧。走。你打听的怎么样了？他们有没有说？他们说啊，殉葬这事儿，3年前还真出过一桩。晋王府的王妃就是契湖人，她病死的时候，身边4个贴身丫头都跟着去了。里头的那位是契湖公主，她要是想叫侍女殉葬，皇上肯定会同意的。想让咱们陪着她死，没门儿。只要她一直不醒，我看她怎么下旨。看来你我想到一起去了。这事瞒不过别人，我得拉着他们一起干，才能成大事，还得下手快，一定要干在太妃醒了之前。他现在住到西厢去了，这么晚了我不便过去，你悄悄地帮我敲个门，就说高展找他，把他约到假山那边来。高展，殿下，你的大名不是叫高？哦，我明白了，你现在还玩这改名换姓的小把戏呀？就你这小把戏，我早800年前在追小宫女的时候，我都用烂了。得，四元路啊，你这张嘴呀，不会说话，只会放屁。陆姑娘，陆姑娘，睡得跟死猪一样，殿下怎么会喜欢你呀？采花贼居然敢踩我的一口酥！别吵！陆姑娘，不要吵！我是元禄，是殿下，不是高展让我来找你的。你不认识他吗？你不能不认识他，你不能这个样子啊！哎，听我说，丹娘，听我说，你们，哎，你不是陆姑娘，你才是陆姑娘。姐姐，他是个采花贼，想偷我的一口酥。不，谁是采花贼？丹娘，他不是采花贼，他是个内奸。啊？还是陆姑娘明理，我采花贼，就你那小样，我能看得上你吗？切！你这个小身板还想当采花贼，想得美！我，掐死你！掐死你！其实啊，你不用那么担心，周太妃她吉人自有天相，倒是你。太妃还一直跟我说，虽然她和你只有一面之缘，但是你肯为了我，竟然那么大胆的去求她。她觉得你这个朋友很值得一交。周太妃恐怕不是这么说的吧？不过你也放心，如果有一天她真的不在了，我也会在你身边，一直照顾你。哎，这2天皇上让我出宫去办点事，
我恐怕出来没那么方便了，所以这段时间你要好好的照顾自己。嗯，你也是。还有，你得赶快上进，尽快分家离府，这样就算你大娘想要害你，她也伸不了那么长的手了。没想到你想的还挺长远的嘛。我记得人家说过，男人呢有3件大事：升官、发财、娶媳妇。如果我前2件事早早的就做好了，那么是不是意味着第3件事情很快就能达成呢？你再胡说，我就不理你了。好了，阿珍，哎，这天色也不早了，我真的该走了。等我回来的时候再来看你。袁璐，啊，走。哦，姐姐，那个侍卫是不是你的那个？你胡说什么呀？我们只是朋友。哦，姐姐，你放心吧，我是绝对不会说出去的。你呀，快点把太妃娘娘用过的药渣都拿过来。快，何蕊，何蕊姐，你在干嘛？跟你没关系，我们走。站住！这是什么？药渣。太院的人明明吩咐过，这些药渣都要留下备用的，你怎么？你们干嘛？快点把他们压下去！只要你别嚷嚷，我就把你放开。你到底把太妃娘娘的药怎么了？你还是别问了好。你竟然敢谋害太妃！我要去内侍局告发你。去啊，现在就去。你以为我会怕你？我告诉你，太妃本来就没几年好活了，现在她快要死了，只要她一喜，8成会留下遗旨，让我们按契湖规矩全部殉葬。不可能！他们白天也都不信，结果自己上宫里打听了一圈，现在不都是肯跟着我们一起干吗？陆贞，我知道你是个好人，可是你不能为了太妃娘娘就不管我们的性命了呀。是啊，陆贞，你不能看看他们，你就忍心看着他们活生生的被埋在黄土里吗？太妃娘娘是好人，她不会这样做的。无论如何，我都不许你们给太妃娘娘下毒。大娘，我们走。这件事我们不会说出去的，但你们也最好收敛一点。走。好了，都别哭了，先出去吧。刚才你干嘛不顺势把他给做了？你懂什么？在这个档口突然死了一个，这内侍局不怀疑才怪呢。你放心，这件事牵扯的可大了，他没这个大。不行，我还是不放心那个陆贞。俗话说得好，要斩草，还得先除根。姐姐，怎么办呢？他们居然谋害太妃，那我们怎么办呢？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。你说他们会不会灭我们的口啊？我还不想死，我还有好多东西没有吃，还有我最爱的一口死。大娘，你冷静一点。他们刚才没有动手，现在更不会。我们得好好想想办法。我们得好好想想，找个人帮忙才行。行了行了，多大点事儿啊，吓得连魂儿都没了。不就是殉个葬，死个人吗？那可是天大的事啊！太妃娘娘她是好人。好人？哼！这宫里就没出过好人。这周太妃死了，也是上天去享清福去了，总好过在这清静殿里熬日子吧。你那么害怕干什么呀？
那2个小姑娘，上次把你送到这儿来整死，不也没成事吗？大人，你是什么意思？能说清楚一点吗？连这点事都看不清楚，你还想当女官呢？这周太妃得病，是你害的吗？那她醒过来的话，又关你什么事？那不就结了吗？周太妃不醒，你就不用殉葬，所以柳絮他们干什么，你也用不着管。到时候太妃死了，令侍局自然会治他们几个大宫女服侍不周的罪。到时候他们是被打死也好，还是被送去做罪奴也好，也算是帮你的周太妃报了仇了。那怎么成啊？太妃娘娘她……行了行了，要不是看在你帮我整理书稿的份上，我才懒得给你指这条明路呢。话说到这儿，要怎么做，由你定。放心吧，你要是忠心耿耿的去殉了葬，到时候朝廷自然会封赏你的，中原15什么的，也就省得给你烧香了。元寿，帮我送客。我要是你呀，我这2天就缩在屋子里不出来，省得别人又打什么坏主意。那一晚是陆贞进宫以后度过的最难过的一夜。她第一次发现，原来袖手旁观这4个字也会变得那么沉重，那么让人窒息。怎么回事？太妃娘娘的病怎么会突然加重？肯定是你们服侍不周。阮姑姑，恕属下多嘴。太妃娘娘春秋已高，病情有些反复，那也是很正常的事情。与其您忙着责备这些服侍的人，不如早做准备吧。那按您的意思，还有多长时间？少则3、5日，多则7、8日。我知道了，看样子是天意了。阮姑姑，太妃现在病成这个样子，我看光吃药扎针是好不了了。干嘛不试试跳神呢？娘娘是契胡人，听说那的巫医最灵了。如果能请一位巫医进宫来为娘娘跳神驱邪，说不定事情会有转机呢。在下虽然素来不信巫医之道，但也曾经听过契胡巫医是自成一道，特别对于本族贵人更是有灵效。姑姑，您就看在娘娘素来平易近人的份上，找一位巫医帮她祈福吧。这我可做不了主。我得禀告贵妃娘娘。你等等，在搞什么鬼？不说清楚不准走。侯蕊，刚才你什么意思啊？其实我的想法和你是一样的。给太妃下药的事，我想想也总是后悔。毕竟我也给娘娘念了5、6年的经了，我怎么能眼睁睁地看着她去死呢？如果真的能为娘娘请来巫医，也算全了我们主仆之情。你会这么好心，信不信随你。喂，哼！你有什么法子，就赶快说吧。长生天说，只要喝下1碗神药，他就一定可以康复。是什么样的神药？你们中间谁是太妃最喜爱的人呐？只要割他1块心头肉，拿来熬汤喝，
太妃的病才能够痊愈。你们别听他胡说，世上哪有用这种恶毒的方法救人的？陆贞，你着什么急啊？巫医大人又没有说一定要用你的肉，难不成你贪生怕死，舍不得割你那点肉就请太妃娘娘？我看呐，太妃娘娘算是白疼你了。枉费她才破格把你提升为2等宫女，这到关键时刻，你血口喷人，明明是你们联合起来的！你们，哎，你干什么？大娘，开陆姐姐，你们放开我们！放开！姑姑，这陆贞就是太妃娘娘最喜欢的贴身宫女了，只是她胆小怕死，关键时刻居然不敢为主效忠。这是你们清静殿的事，你们自己安排吧。是。陆贞，你放心，我就要你一点点肉，一点点就够了，绝对不会伤害你的。这可是你为主尽忠的好机会。不要！住手！你们还想闹到什么时候？腊梅，你过来做什么？上士大人听说你们这儿闹得乌烟瘴气的，让我过来瞧瞧，看看，这又是请神又是捆人的，感情是在唱大戏呀。你把他给我放开！不行啊，姑姑，你给我住口！清静殿的事，我本来不便插手，可今儿闹得实在是太不像话了，连上士大人都看不下去了，所以才打发我过来瞧瞧。我说阮娘，你跟着贵妃娘娘和上仪大人也很多年了吧？怎么还看不出来他们在搞什么鬼？这会儿连挖人心的事儿都能由着他们乱来，到时候皇上一个纵容巫蛊、死伤人命的罪名怪罪下来，你担当得起吗？我不是那个意思。看你的肤色，也是1等宫女。是。能做到1等宫女，那肯定是太妃娘娘的心腹了。你既然那么相信那个巫医大人说的话，那你就自己挖一块心头肉回去给你家娘娘熬汤去。啊，不要不要，姑姑，姑姑饶命！啊，不要，姑姑！傻孩子，你刚才不是还这样劝陆贞吗？这是为主尽忠的好机会，怎么会扯上饶命了呢？赶紧动手吧，我还等着回去向上士大人复命呢。好妹妹，1小块肉就够了，你自己动手，还能留条命。也许就用这块肉，就能治好太妃娘娘的病，求个赏赐，出宫的。你赶紧拿他1块肉，回去给太妃熬汤吧。姑姑，我为娘娘割肉治病，也算是立了一功。你能不能看在我为主尽忠的份上，赏我出宫治病？赏你？太后娘娘万寿盛典近在眼前，你却故意搞出这血光之灾。来人，把他给我拖去水牢，慢慢的治罪。是。等等，阮娘，冷宫的大小事务，一向是王上仪大人管理的。你看看今儿搞出多大的乱子！你放心，我回去以后一定会向太后娘娘禀报的。给我拖走！是。姑姑饶命！姑姑饶命啊！姑姑饶命！柳絮，还不赶紧去熬你那神药！哦，对了，这熬神药的主意可是你们出的。如果到时候太妃娘娘的病还没好，哼！好了，我也该回去向上士大人复命了。
你运气倒还不错。前段时间长公主殿下还来信，请上士大人多关照你一下。啊，我倒是救了你一命。你们还愣在这里干什么？收拾东西，把这些巫医都给我赶走！是，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如果说陈秋娘的死，第一次让陆贞认识到宫廷的阴谋是多么的残酷，那么这一次自己的死里逃生，就更让她感到了前途的迷茫。未来到底还有多少阴谋和陷阱在等着她？成为女官为父报仇的光明之路，到底要多久才会出现在自己的面前？做得好，王上仪又栽在我手里了。明天我就借着这个由头去跟他打擂台，肯定能把管冷宫的差事给抢过来。还是大人您想的周到。人家都觉得这冷宫里呀没什么油水，谁知道冷宫里面的宫女和内监，加起来多多少少也有100来号人。这要是用得好呢，自然在宫里也是挺大的一股势力呢。大人，请用茶。就你会说话。在我柜子里面有条赤金链子，拿出来，赏给你。谢大人恩典。还有腊梅，这几天你继续给我盯紧清静殿。太后娘娘也说了，含光殿那边本来对清静殿一直都是不管不问的，这会儿倒一反常态，又是派太医，又是派软娘的。一个贵妃，一个太妃，要是他们这根线互相搭在一起，周太妃不都是快要死的人了吗？你懂什么？这个周太妃再不济也是气虎可汗的姑妈，要是和贵妃好上了，贵妃还能不把这条线引荐给高湛吗？哎呀，这个皇上也不知道是中了什么邪，竟然让高湛管起户部了。哎呀，这个肥差原来可是我们娄家的呀！哎呀，殿下，已经3更了。没事，你就让我再看一会儿吧，反正我就住在这儿。你看这个娄国舅啊，还真是个人物，竟然敢把户部亏空成这个样子。那你也得注意自己的身体啊。我知道，你放心吧。皇上既然派我来这里，我觉得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。娄氏现在即便想有所动作，那么多人盯着他，我谅他也不敢出手。对了，钟叔，清静殿那边怎么样？元禄刚才来报，说太妃娘娘喝了1剂良药，已经好多了。哦，那太好了。如果太妃能尽快好起来，她也能睡个安稳觉。这样，钟叔，你多派几个人过来帮我查账，我们这2天就把账给查好，争取明后天就回宫。好。太妃娘娘，你醒了。大娘，太妃娘娘醒了，快把药端过来。太妃娘娘，你终于醒了。我怎么还没死啊？呸呸呸！大吉大利，快来把药给喝了吧。娘娘，你这一病，陆贞姐姐她都没有睡好觉，对你比对亲奶奶还要贴心呢。不用丹娘说，我也知道，好像柳絮他们以为我这个老婆子不中用了，许多的话在我面前毫无顾忌。这要换成年轻的我，早就把他们拉出去砍了。可现在呢，
别人说什么咱不用理会，您还是赶紧好起来。我学做的樱桃肉啊，您还没尝过呢。我就知道你是真心对我的。其实我死了也算不了什么，我最舍不得的就是你。娘娘，那我呢？那我呢？你呢？你只要吃饱了就行了。来。是要倒霉了，你是说柳絮？哎，你可别胡说啊！上头到现在都还没收拾他，说不定人家还有什么后台呢。太妃，你不要怪我，我不能坐以待毙。这有一封信。是太妃娘娘4岁之后让奴婢烧毁的，可奴婢觉得事关重大，就悄悄地留了下来。这件事可能跟高湛有关。爱你爱到最后都不能停，停不下来就让自己伤了心，把手握紧。